排水管漏水，自己能 DIY 处理吗？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一个厨房，厨房天花板上面有一些排水管，前一阵子台风的时候下大雨，这边天花板就开始漏水，就会有水滴出来。这些排水管漏水了，我们自己能够 DIY 处理吗？这个天花板漏水的问题，我有找师傅来看过，他看过之后说，这个上面的管子如果还有在用的话，就是要把它切掉，重新换成新的塑胶管。如果没有再用的话，一样要把它切掉，然后全部把它封起来。我们这个天花板的话，他说要全部拆掉才有办法施工，所以搞得就很大一个工程。现在就是用 DIY 的方式，简单的把它处理一下，之后看看有什么后续状况，如果不行，再来搞大工程也不迟。这种 PVC 的天花板，如果你让师傅拆的话，大概率呢，师傅是不会很有耐心的帮你拆，基本上拆下来就要重新换全新的。其实我们这个天花板在几年前之前才安装的，你看这都还很新。现在如果拆下来要换全新的，实在是不划算，而且搞的工程很大。如果想要沿用旧的话，最好是要自己耐心慢慢的拆，拆好再叫师傅来处理水管的问题。要不然水电工的话，他也不处理天花板，你等于你得叫木工师傅，又再叫水电工，叫2个工人花2笔钱。我们还是先用简单的方法 DIY 处理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花板上面，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些排水管，这些都是排水的，不是进水的。因为我已经有先来处理过了，我不是一开始处理就拍影片，这个是已经到最后尾声了，我觉得这样子做还可以，所以就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样子的处理方式。主要是这一根管子在漏水，有点靠近管子，拍不太清楚，对不太到焦，各位见谅一下。像这边的部分我已经处理过了，那目前它是没有在漏水的状况。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，就顺便示范一下我是怎么做的。像这种老旧的公寓，它的排水管用的是这种铁管，生铁的管子。后来的公寓基本上都是用 PVC 管的。PVC 管的话，它就比较不会生锈，比较不会破洞。这个会漏水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管子里面有积水，或者使用久了，一般破洞都是破在这个管子的下方。它等于是这个管子已经锈蚀掉，然后有破洞，它就会滴下来。这个滴下来的水上面都有锈迹，黄黄的，就是这个铁管生锈滴出来的水。这个下方也是有一个洞会漏水，那我是已经处理掉，目前这个地方不漏水，这个地方还没处理完，所以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处理这个地方的过程。简单的说，我们就是用矽利康把这个管子有破洞的地方包起来。那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操作呢？这种是排水管，不是进水管，所以比较没有水压的问题。使用矽利康来包覆，一般来说都可以解决问题。这边又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假设我们要在这个管子上面使用矽利康的时候，它还一直在滴水怎么办呢？我这边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，我们可以暂时先用这种电气胶带。因为矽利康在湿的表面上面，它不容易附着，它不容易粘得住，所以我们最好要让这个表面比较干燥，矽利康比较能够粘得住。像这个目前是已经没在漏水，但是我之前已经粘过一次，那一次的话我就直接让矽利康在湿的表面上面粘，它就粘不住，然后一样还是会有水渗出来。所以后来我就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，把那个会漏水的孔先用电气胶带把它封住，这样子水基本上因为没有压力的关系就不太会漏出来。然后我们再把外面要接触矽利康的部分，我们先用抹布把它擦干，或者你可以用吹风机稍微把它吹干，这样子会粘得更好。其实我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人家使用止泻胶带来止水，就是把止泻胶带搓成一坨，然后塞在那个孔。我有尝试过，但是那个效果不好。网络上面那个影片，它是拿这种铁管，再用电钻钻孔来做模拟，
但是那个会跟现实的状况不太一样，因为你如果拿电钻钻孔的话，它那个铁管的管壁它还是有一定的厚度的。如果你用止泻胶带塞住，会比较容易塞，但是真实上的状况会不太一样。因为它能够锈蚀到破洞的话，其实铁管都已经被腐蚀到已经很薄了。你再用止泻胶带想要塞住那个洞的话，是不太可能，而且不太切实际。所以后来我就想用这个电气胶带来试看看。这个电气胶带我差不多是1个月前粘的，它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渗水了，所以单纯用电气胶带的话是没办法持久的。我现在先把原本的电气胶带撕下来，然后我们再重新操作一遍。因为摄影机实在不太好拍，这边就直接告诉各位，在我大拇指这个位置有一个破洞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用电气胶带把这个位置稍微先封起来。缠这个电气胶带的时候，稍微用一点力，把它拉紧一点，这样子止水的效果会比较好。一般来说，没有水压的排水管的话，这样子包起来它就不太会漏出来，但是不能持久。我们现在就拿抹布把这个周围都擦干，最好可以用吹风机什么吹一下，让它彻底干燥，这样子矽利康会粘的比较好。因为这个管子是圆的，然后我们这个位置操作也不太方便。如果你要直接把矽利康挤在这个上面，把它这样子用手抹的话，效果不太好，而且很不好操作。我这边就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个方式。我这边这个就是一般那种装食物的塑胶袋，把它裁成差不多这样子我们需要的宽度，大概这个宽度就 OK 了。我们稍微量一下它的距离，确定这个塑胶袋它的长度足够360度把它环绕包起来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矽利康挤成这样子一个长条状，挤在这个塑胶袋上面。因为我们只是针对一个洞，而不是很大块的面积，所以不需要用太宽的塑胶袋，也不需要把它挤成什么方形啊，或者方形中间打一个叉，这样子我觉得效果不是非常的好。因为你如果把它挤成一个方形的话，你后面如果压得不好的话，它中间会有空隙，所以我们干脆挤成一个长条状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把它往左边跟右边推，这样子就可以保证中间没有间隙。矽利康的量可以稍微让它多一点，如果你挤太少的话，有可能它会比较推不开或者不太够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矽利康对准我们刚刚缠的这个胶带，把它整个360度环绕起来，像这个样子。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把矽利康粘到这个管子上。因为我第一次操作的时候，我也是傻傻的把矽利康直接往这个管子上面抹，可是很难抹啊，弄得满手都是，然后你又没办法推得很好。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，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我们再这样子往两侧挤压，特别是下面的地方，把它往两侧挤压，这样子的话范围就可以扩大，而且手不会沾的到处都是矽利康。差不多均匀之后，我们可以再用这个 PVC 的胶膜，或者你用透明胶带也可以，但是透明胶带有点黏，可能会比较不好操作。PVC 胶膜没有粘性，比较好操作。我们从中间开始把它圈起来，然后再圈到左右两侧，可以稍微拉一下，用一点力。但是因为矽利康还没有干，它会有一点旋转，所以要稍微把它按住。我旁边这个就是使用这个方式，这样子操作的话，就可以暂时封住这个漏水点。今天这个方式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简易的 DIY 补漏的方式，已经说是 DIY 了，不要说我乱搞、胡搞、瞎搞哦。有兴趣的可以参考看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